想要如何去告别？小爱同学，没查小爱同学。小爱同学，小爱同学，播放陶喆《寂寞的季节》。小爱同学，播放陶喆《寂寞的季节》。好的，小爱想陪你一起听会员歌曲陶喆的《寂寞的季节》。条纹衫，哪个条纹衫？哪一个？条纹衫。短袖啊，那么起球了都。你买多少钱？买不买贵呀？牛逼，牛逼什么？衣服在我这儿，我记忆力，希望那个时候还记得这件衣服。我记忆力喝完酒就特别不好，这记忆力，所以奉劝大家不要喝太多酒。喝完酒最明显的两个感觉就是，一个是你的肝不好。你的肝不好，主要体现于就是你吃完东西马上就想拉，肝不好。吃完东西马上就想拉，这是肝不好。第二点就是你的记忆力，好夸张的。这个喝完酒，就这两个明显就能感觉到自己身体最大的变化。一开始我是说，怎么吃完东西，就是刚吃完呢，刚吃完1分钟左右我就想拉屎，有时候两边渗透，
两边肾疼，是不是有结石啊？你能分得清肾不怎么打的时候就好点哦，那可能就是那可能就是过度了啊。对，爱吃辣也是。我结石出去，我不知道，反正就不疼了。我不知道出没出去，我也没感觉到它出去了。就一直在挺嘛，因为好像取那个结石的话，可能要上千块吧，我觉得。然后就一直在挺，后来就不疼了。而吃药，明显感觉到那个就一直觉得它卡在那个口，它一直卡在那个就是那个口。然后后来什么时候出去的，或者说怎么样的，我不知道，是肾结石。我当时是突然得了肾结石，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得肾结石。衣服收到了，我不确定你们买的是一手还是二手。运动有帮助，可能有，但是我是不太运动。打开都是热乎的。有湿气，就突然间就得了肾结石。你知道我这人可能挺了，你知道吧？我第一晚就就是开始疼的时候，就是我以为是腰疼，我就说腰怎么这么疼啊？然后也不觉得是腰疼，一开始会觉得说是胀气。我就说吃点东西怎么这么胀气，然后后来感觉到腰疼，然后就开始疼了，疼了以后，然后我就睡了一觉，疼醒了以后，然后我就说那就是疼的马上就龇牙咧嘴的叫出来之类的，然后我就说怕打扰小大夫那个休息啊，然后我就跑客厅去了。就这么挺了一晚上，第二天晚上的时候又开始疼了，然后就也是又到客厅了，就忍不住了，是忍不住的在疼，就是忍不住的在疼的，就是就那种，就是忍不住的在这样，就是睡不着觉了，就开始。后来小大夫好像起来喝水，然后就说怎么了？我就说没啥事，腰疼。然后他说那去医院看看吧，我说不用。后来我从2点多挺到5点多，终于挺不住了。然后他我自己说，我说走，咱俩去医院吧，因为我深圳的家到附近的3甲医院才500米不到。我们就走路过去的，也没开车。去了以后说是肾结石而且是2个比较大的肾结石。对，我没想到不是你那个顾里，你是不是在我这边就是得的肾结石啊？是不是？你有一次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突然就疼得厉害，是不是就肾结石啊？顾里是我之前的员工，是不是那一次？我记得有一次你疼得厉害，然后就好像就是去医院了还是怎么？是胆结石就医生就说是那个，因为就是
不喝水，就是喝的水比较少，然后运动的比较少，然后饮食又不太健康，所以会得结石。就是我没想，就是我到现在我都会觉得说，不是特别疼，但是疼，它是一直疼，就是我个人会觉得说，它那个疼的那个感觉没有那么疼，就是什么疼痛的几级啊，我觉得它顶多也就到4级左右，3、4级左右，但是它一直疼，它一直疼，就这个很烦，就是它起泡上个火。我33岁，按照我们东北的说法，就是我已经35岁了，按照我们东北的说法是35岁，我是91年的，然后东北的说法就是就是要加1岁，因为这是2025年了嘛。你说一个人老是问你爱他吗？他到底对你什么感觉啊？这个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因为有的直男他就会可能口头禅的开玩笑之类的，这个我不能。结石的痛仅次于分娩，那我还蛮厉害的，我不觉得很疼，我不觉得很疼。对，我们过了元旦就加1岁了。平时护肤吗？平时不护肤，就是什么时候就是皮肤看着好一点呢？就是因为就为什么就是有些人就是直播的时候他的皮肤看着特别好，因为他前面有一个光。我这边有一个光，有个光源打在墙上，然后这个墙它就反射出来光，然后就显得就是人就是会比较就比较亮，皮肤比较亮一些。就是光不足的时候，就显得你的脸就是可能皮肤不是特别好。这就是学摄影的，或者说就是总搞直播的，就会明白布光的重要性。为什么就是我剧里边看着可能就是会有精气神呢？因为现场的光源比较多而且就是为什么这一部就是李茂这个角色的就是这个状态就比较老气呢？因为我们就现场就是我的光就非常少，对，我的光非常少，所以这就是小茉莉的时候，我们就这种光的状态下，我是比较老的，所以这就是你像我们专业的那种剧组里边，会光会更强烈一些，怪不得很多主播补光，现在很多主播其实用光用得很厉害了。原本的那个主播他们用光其实非常的初级。原本的主播是怎么用光的呢？他们拿这个光源照自己，这就是原本的主播他们会用的光的方式。他们用2个光去照自己，时间长了就是眼睛就会出问题。正常的我们眼睛看这么强烈的光的话，就会导致散光，就会导致弱视，对，
所以就是不能这么长时间照着这个光，如果照这个光，散光度数绝对会增加好多啊，这个会增加很多的。所以在初级，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做直播的，小爱同学，音乐小点声。就是如果说你初步就开始做主播的话，就千万别拿这个光照着，因为这条路我们已经就是这个弯路我们已经走过了，所以我们真的不建议就拿这种硬光去照自己，你看皮肤会好很多，但是其实你侧过来的话，一是眼睛不痛，二呢就是其实这个光源也够，而且这样的光源可能更真实一些，所以就是这个真的是看个人。你看这样它就会有点过曝，你就得往后走啊。但是你要是这样的话，哎，就舒服好多。所以主播，我看我做了这么多年，其实一点一点的在趟出一条路来了，然后就是会比他们稍微有经验一些，对，这样会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看着就是皮肤状态会好，有的时候皮肤状态不好，就是其实根据现场的光源有关系啊，就是现场你有没有用心。没有断舍离，今天晚上没有断舍离。今天晚上没有断舍离。开了3个小时，因为都是自己用的东西，就是不会给大家这个残次品之类的，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前一段时间前一段时间我不是买了一个投影仪吗？花了199，然后用了一段时间，然后这个投影仪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之前都是用6000块钱的投影仪，所以觉得这个700块钱的投影仪就用着特别，就有那种落差感，所以可能明天再收着点这个东西卖掉。投影仪我觉得还是用不习惯。我之前有一个6、7千的一个投影仪，然后用着也是不习惯。我就发现这个投影仪这个东西我还是不习惯。就投影仪，就可能年轻人会喜欢，但是我们这种心态比较老的还是喜欢电视机多一点。所以以后我觉得以后我再也不会买投影仪了可能出了新品还会去尝试，但是就觉得就像我现在用那个安卓手机一样，就是有的时候看安卓手机出了一些东西安卓手机出了一些新款的话，还是会跃跃欲试，但其实就安卓手机还是用不习惯。就像就是还有就是比如说电视机也好，包括一些电子产品也好，其实用小米的用习惯了，其他的也是用不习惯。省了一点空间，是的。因为我当时想着投影仪可以投在顶嘛，然后你就可以躺着看。对呀，就是不行。还是不行。
昨天我都不敢看朋友圈，我就觉得朋友圈大家也太热烈了，就是在庆祝新年。而昨天我就是躲过了那个大家发朋友圈的那个阶段，我都没有看，就是我会，我说实在的，我觉得新的一年就是，新的一年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是未知的一年，所以也没有觉得开心或者说不开心。但是你让我去庆祝新年的到来，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好庆祝的，所以昨天我就没有参与，而是就一直在那边打游戏，因为我玩那个卡牌游戏嘛，对，就是你的收获不会莫名其妙的多，然后你的失去也不会按照你心意的少，所以明年就今年具体是什么样，我都不敢去估计，但是因为我也会看一些经济方面的一些新闻，总体来讲的话，可能今年的经济还不如去年。还不如去年，所以就是今年可能更难熬，对，今年可能更难熬。杭州银泰太吓人了，银泰是不是有好多个呀？还是我去过那一个？银泰只有一个吗？我记得是一个郊区。有很多，对啊，我觉得啊，对，有很多。我去过一个银泰是郊区，是我说那个杭州的银泰。我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去什么奢侈品店了。你有近视吗？我有有一点点近视，然后有一点点散光。我最主要的问题是弱视，我小的时候会有弱视。弱视是什么？有人知道吗？其实我身上的小毛病还蛮多的，有些颜色分不清，不是弱视，不是有些颜色分不清。还有没有知道的，就是弱视是什么？你朋友也是弱视，他那个叫色盲。弱视其实就是你的眼球控制力比较弱，就是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正常我看一个东西，就是有的人会说，哎，你的眼睛为什么会有一点点斜视啊？就有的人可能是对眼儿啊，我不是对眼儿，我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眼球是需要很用力的去控制，要不然它就飞鞭子了。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正常的我去看没问题哈，这个眼睛都是没问题的啊，这是我在控制这个眼球，这个是没问题的，没有居中也没有怎么样的，对。但是我要这样的话，这就是弱视，因为我这个眼球它是没控制的，发现了吗？放哨了，这个眼睛啊，
这就是弱视。所以这个是小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没注意，后来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在你弱视的时候，这个眼球其实是不聚焦的啊，不聚焦的。这就是小的时候可能父母没有注意到，后期就是可能会，当然这个不影响生活啊，这个不影响生活，就是你得就是比如说你比较累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放松啊，但是呢，其实就是正常的我们都是有力量去控制这个眼睛的，但有的时候就是放空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比较累，或者说看东西看的比较多，这个眼睛就聚中不了，或者说这个就是我没睡觉，我这个眼睛是疲劳的，那这个眼睛就控制不住，所以是这样的啊，这个是弱视的，对，所以大家在小的时候，如果说发现自己有眼睛方面的问题的话，还是要去注意的。去眼睛方面的还是，这个以我咨询医生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是治疗不好的，这个是已经治疗不好的，因为这个是小的时候治的啊，影响视力的度数嘛。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眼睛必须得用力的去聚焦，就比如说你的就是一个镜头camera， 就是单反相机你必须得你把它对焦，你就等于它是手动对焦的感觉。这个眼球就相当于一个单反相机的镜头，你必须得手动对焦，它没有自动对焦的一个，就是它的自动对焦功能可能有点不好用了啊，这就是它的区别。正常人都是自动对焦，但它呢可能就是说有的时候自动对焦的功能就弱了，然后就必须得你自己去调，能明白不？但其实就是有重影嘛，当然会有重影，就是你眼睛不对焦的话，你当然会有重影。对，这是小的时候的问题，现在就是你改不了了。但我觉得我这个还挺好的，就是这有点像特异功能，但有的就是对眼的那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一个明星，就近期有个明星，我就发现他特别对眼，而且现在很多的就是那种很多的年轻的那种明星都会有点对眼谁有点对眼？就是那个宋雨琦，你们仔细去看宋雨琦的那个就视频，你会发现宋雨琦其实是有点对眼的，就是像这种明星，他们长时间的在这种强光下工作，所以他的眼睛控制力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无论说直播也好，包括那些就是拍戏的也好，就是现场的光是非常非常强的，这样才能保证就是大家的妆容拍摄的那种效果会变得好一些。你像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说，这个光打了以后，再化上妆，然后再加上后期稍微轻轻的抹一点皮，再调一点色，再加一点蜡这皮肤就是水光肌啊，就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为什么素人看着就都一般，然后就是你化妆了，我没有化妆。好多人推荐意外险重疾险，看个人怎么理解。如果说这个重疾险的话，就是比较的便宜的话，其实大家可以买。但是我个人的认知我觉得就是太大的病就是没必要治了也太大病也没必要治。
这看你个人啊。你像我当时我到现在我都不愿意买什么社保之类的，我不喜欢买社保之类的，因为我会觉得说，我有钱的时候，那我什么病我都能治，我不用社保。但是现在我为什么交社保呢？因为我要买房买车，所以说就是必须得买这些东西。但是其实按照我个人的就是个性来讲的话，我其实是不愿意买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未知，而且它不是短时间能看到就是回报的一个东西，所以我真的我是这个想法。特别就是你们要知道，你们就毕业了业，你们会发现，就是说买房需要交社保，买车也需要，办车牌也需要，办居住证也需要，就是各种都需要这种就是交社保，所以就是我才会改变之前的想法，然后去交这些东西了，要不然其实我不交的。未来对我，所以我是一个比较，可能比较轴的一个人，所以我不愿意去交这些东西。但如果说就是这个回报率比较高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他交的比较少，但是他回报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然后他又能保很多钱的话，这个其实是可以的啊，这是可以的。是的，你未来你说不定人生有很多意外啊，对不对？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你让我交到60岁，我觉得不是交到60岁，就是交那么多年，就是我就觉得很奇怪。这真的是一个规则，我们可能就要去遵守这个规则。你像我买车买房，就都需要啊。现在可能就是深圳现在表面上是不限购了，但是深圳不限购它其实是有规则的，就是你交了2年社保以后，你在罗湖区南山区还有福田区这3个主要大区才可以不限购。交了2年社保以后，这3个大区才算是就是免了这些东西，必须得交2年之后。就是深圳表面上是取消限购了啊，但是呢购房资格你不交社保的话，你只能买到什么宝安呐、龙华呀、龙岗啊这些比较偏的一些位置，光明什么平山呐这种地方，所以就是这规则还是希望你去交的而且其实对于我外地人来讲的话，是一个坎儿，对，因为现在社保这块管得比较严。喜欢我唱的歌还有作品，
小爱同学，打开蓝牙。你还没有配对过的手机，先配对一个吧。